东亚怪物房这个说法你听过吗？指的是东亚这几个国家，随便单拎出来都能称霸一方，可惜全挤在东亚一个地方，导致在东亚自己人看来，好像自己也不算厉害，邻居的实力也没什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错觉的加持下，一向武德充沛的明朝在网上甚至被贴上明朝军队是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各朝战力最低的标签。事实真是如此吗？很多人对于明朝战争的印象大多还是停留在国内战争的范畴。之所以有这个印象，那是因为明朝最强的对手甚至都不在外部，而在内部。明朝初期的军队绝对称得上气吞万里如虎，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因为蒙古人内斗所以不堪一击，所以打败蒙古的明军也是个菜鸡的说法。事实上，明朝人的对手从来不是蒙古，而是各地起义的义军和当地军阀化的地主。须知，唐朝开国时最凶猛的对手绝非被一战扫平的东突厥或者守护之犬高句丽，而是另一众大唐名将折戟沉沙，历经李世民、李建成2次大举讨伐才平定的河北猛虎刘黑闼。而王世充、窦建德、薛举等人也都是一时雄杰人物。而在整个大明朝也发生了很多起和外国军队的战争，最终都是以明朝军队的胜利而告终。而在明朝的这些敌人中，有的甚至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不知道这些战争，你很难想象明朝还能这么强。自秦朝以来，越南的北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因为离统治核心的代实在太远，加上中央王朝也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的乱世，所以安南就独立了。在明朝刚建立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国家采取怀柔政策，将越南列为了不争之国。平衡在1400年被打破，在这一年，越南权臣胡继毛篡位，覆灭陈朝，建立胡朝，并谎称陈朝子孙都灭绝了，请求明朝册封。陈朝皇室勉强逃出了一个移民，一路艰难辗转去明朝申冤，被永乐皇帝派兵护送回去，却连带明朝使臣一起被残忍杀害，这直接惹怒了永乐皇帝。于是明军以调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嗣的名义征伐越南。1406年7月，明军分2路进入安南，战争进行得异常顺利，不到1年就以大胜结束。在寻找陈氏后裔无果后，朱棣下旨改安南为交趾，设置了布政使司。自汉唐以来，安南又一次成为中国的领土。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战争远不止这一场，还有一战灭30万陆川军的定边之战。作为明王朝初年粉碎陆川的东南亚霸权关键一战，其意义甚至还要大于明英宗时代粉碎陆川恢复旧土野心，将陆川驱逐到缅甸北部的陆川之役。定边之战中，大将军穆英基破陆川号称30万的大军，使得陆川从人口数百万的西南强国崩塌成一家土邦，其壮烈激昂堪称荡气回肠。这个有机会咱们下次详细说说。在正德16年，明朝爆发了和西欧国家的第一次海战，交战双方是大明王朝和当时的世界霸主葡萄牙。起因是葡萄牙人在屯门登陆，修建军事据点、围墙和炮台。葡萄牙人以屯门为基地，在前海湾、后海湾和伶仃洋沿岸的陆地和小岛一带掳掠途经的商船，买卖人口。当时大明官员给皇帝的奏书写道：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于是大明朝廷下令驱逐他们。广东按察使汪洪督师出讨，汪洪亲临前线，用招募来的旧船装载大量灌有油脂的枯柴，趁风纵火焚烧蒲船，同时又暗地指使葡萄牙船上的华人对抗仆人，并制造铜铳和火药，向葡萄牙人轰击。最后明军大获全胜。这次战争最大的一次成果，就是明朝利用缴获的佛郎机炮，开始大量升级这一火炮利器。西草湾之战也可以说是屯门之战的后续。在屯门之战爆发后，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葡萄牙人麦罗·戈丁霍率领舰队援助屯门。他本来是想和大明政府好好谈谈的，但是在屯门之战后，明朝政府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
所以最后在麦罗戈丁霍犹豫不决中错失了战机，明军获得了胜利。万历年间发生过3次很大的战争，被称为万历3大征。而在万历3大征中，最出彩的要数朝鲜战争。简单点来说，就是日本侵略朝鲜，朝鲜求救，万历皇帝发出口号，义务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于是明朝派兵入朝，明军大胜，日本仓皇而退。当然，真实的情况没有说的那么简单。日本史书将万历朝鲜战争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20年开始到万历26年结束，历时7年。这场战争，明朝集聚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艰苦地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一战的意义，我们华夏子民其实不觉得它有什么重大意义，无非证明一下万历这个耍烂皇帝其实也是有政绩的，得出万历时期的明朝依然颇具武德之类的结论。但你要是带入日本人的视角，就会看到经此一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的统治在日本终结，日本也由此进入了德川家康时代。这是一次失败的国运豪赌，日本又丧失了一次在东亚崛起的机会，而且不是第一次失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失败。此时的明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灭亡前夕，然而即便是强弩之末，他在对外战争方面依然强得不像话。荷兰作为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称霸海洋，在世界各地不断进行殖民开拓的同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在外忧内患的夹击下摇摇欲坠了，荷兰人借此机会，在明朝崇祯6年的7月7日，突然袭击了明朝的海军，并且击沉了明军15艘战舰，并且登陆大肆破坏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独占与中国的外贸易权，禁止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介入和中国的交易。他们觉得用武力屈服明朝是最直接的方法。在突袭成功后，荷兰人封锁厦门湾，威胁明朝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以后只能和荷兰进行交易。明朝要求先赔偿损失，惩治罪犯，再谈贸易，被荷兰拒绝。当时的荷兰是海上马车夫，是世界霸主，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经济，而大明王朝却风雨飘摇，外有女真的侵扰，内有各地的农民起义。崇祯皇帝穷得甚至拉下脸找大臣借钱，可是崇祯毅然决然地下令开战，是以一身拼死当疑。明军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率领下，采用荷兰人从未见过的火攻战术。明军集结的150艘战船中，有100条都是火船，在大船火炮掩护下，100条火船冲向荷兰的舰队，荷兰人不知该如何应对，最终大败而逃。能在这种境地下依然开战，可见当时的大明朝廷虽然已经腐烂到骨子里，但依然没丢了血性。正如当年唐王朝哪怕到了末期仍能扫回鹘却难照的风采，大明以战立国，即使后期如此艰难，依然死战到底，无愧刚明。